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周五下午5点，陈志强准备下班，办公室门被敲响了。陈总监，王副总叫你去会议室。HR 部门的小刘站在门口，表情不太对。陈志强看看钟，都下班了，还开什么会？会议室里，王磊坐在主位上，桌上放着份文件。王磊35岁，海归 MBA，3个月前空降当副总，负责公司转型。志强，坐。王磊指指椅子，陈志强坐下，心里不舒服。他跟王磊一直合不来。王磊要激进改革，陈志强觉得太冒险，公司要调整人员配置。王磊推推文件，你的岗位要调一下。陈志强拿起文件一看，脸都绿了。技术总监陈志强调任保安队长，马上执行。什么意思？陈志强声音都抖了。保安队长需要有技术背景的人。王磊很平静，公司要转型，需要灵活的思路。你最近太保守了，不适合现在的方向。陈志强想起上个月开会，王磊要重新架构整套系统，用最新技术。陈志强觉得现有系统挺好的，没必要冒险保守。我是为公司好。陈志强拍桌子，系统出问题，损失多大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问题。王磊摇头，思维僵化，不配合转型。董事会都有意见了，这是报复。陈志强站起来，就因为我不同意你的方案，你就整我？王磊冷笑，不服，你可以申诉啊，我会申诉的。陈志强抓起文件，我要找董事长，随便。王磊摆手，不过这是董事会通过的。陈志强愣住了，董事会通过，这不只是王磊一个人的决定。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没做错，就是不合适现在的岗位。王磊站起来，保安队长工资不变，工作内容换一下而已。陈志强看着王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15年就这样结束了，我需要考虑。当然，不过通知已经下了，下周一去保安队报道。陈志强拿着文件出了会议室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回家后，妻子苏梅正做饭，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晚？脸色不好，出事了？没什么。陈志强坐沙发上，苏梅过来坐他旁边。陈志强想了想，还是把调岗的事说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找董事长申诉。凭什么让我当保安？我干了15年。你冷静点，既然是董事会决定，肯定有原因。你现在冲动没用。苏梅抓他手，冷静？怎么冷静？陈志强甩开他的手，这是羞辱我。技术总监当保安，开玩笑吗？工资没变，保安队长也不丢人，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你不懂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尊严。传出去，我还怎么混？那你想怎么办？辞职？你42岁了，找工作不容易。陈志强没回答，心里很乱。辞职？家里还有房贷，孩子上大学，压力很大，但让他当保安，真接受不了。我出去走走。陈志强拿外套，别做傻事。不会的，外面不下雨了，但还挺潮湿。陈志强在街上走着，越想越气。王磊那张得意的脸，那句不服，你可以申诉啊的嘲讽，越想越气。他决定回公司。大楼里很安静，只有保安在值班。他刷卡进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看着电脑。陈志强想了个主意，既然不要我，那就别想从我这得到任何配合。他打开邮箱系统，作为总监，他的邮箱里有很多重要邮件，和客户的沟通记录、技术方案讨论、项目进度汇报。这些邮件虽然不是唯一的技术资料，但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沟通记录和他的个人工作心得。
陈志强开始清空邮箱、收件箱、发件箱、草稿箱，一个个文件夹清空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邮件，我有权清理。他自己给自己找理由。删除时，陈志强心里确实爽了不少。虽然知道这样做有点幼稚，但就是想出这口气。2个小时后，邮箱彻底清空，他还清空了回收站。做完这些，陈志强关电脑走人。回家后，苏梅已经睡了。他洗个澡，躺床上，心情平静多了。看明天你们怎么办？闭眼就睡着了。周六上午9点，陈志强还在睡觉，电话响了。陈总监，出大事了。张伟的声音很急。客户今天突击验收，但是系统出现了严重 bug。陈志强惊讶：什么？怎么会？不知道。昨晚测试还是好好的，今天上午突然就崩溃了，数据库连接出问题，整个系统都无法运行。客户10点就到，我们完全没准备。陈志强心里暗爽，但嘴上说：这我也不知道，你们找王总吧，王总在路上了。但最要紧的是修复系统。陈总监，你过来一趟吧，这个 bug 只有你最熟悉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是技术总监了，找王总处理吧。可是陈总监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我现在是保安队长，不管技术的事。挂了电话，陈志强心情很好。虽然系统 bug 不是他造成的，但他也不想去帮忙修复。起床洗漱，慢慢吃早餐，然后看电视。苏梅看他这么悠闲，今天不加班。张伟说有急事，那是他们的事。陈志强换台，我现在是保安队长，不管技术的事。10点半，王磊打来了：陈总监，你在哪？快来公司，客户验收，系统出现严重故障。王总，你搞错了吧？我现在是保安队长，技术事不归我管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客户到了，系统完全瘫痪，我们需要你的技术经验，赶紧来帮忙。不好意思，王总。陈志强看看钟，我准备去公司上班，去保安队报道，技术的事我没空管。电话那头一阵沉默，几秒后，王磊才开口：陈志强，别意气用事，项目失败对公司损失很大，那是你们的问题，我只是个保安队长。挂了电话，苏梅听得目瞪口呆。志强，系统问题不是你搞的，但你也不去帮忙。他们说我不适合技术工作，那就让他们看看没我行不行。太冲动了，万一公司追究责任怎么办？追究什么责任？系统 bug 又不是我搞的，我只是不愿意帮忙而已。中午，陈志强来公司，直接去了保安队。保安队长刘师傅50多岁，听说技术总监来当队长，觉得奇怪，但也不敢多问。陈队长，以后麻烦您了。刘师傅，别这么说，我来学习的。换上保安制服，陈志强到了保安室，这里有监控系统，能看公司各个地方。他看到技术部一片混乱，王磊在跟客户解释什么，但客户明显很不满。几个技术员在电脑前忙乱，但系统问题一时半会修不好。下午2点，客户离开了，脸色难看。王磊送他们到电梯，回来就开始骂技术员。陈志强在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心里有种报复的快感。让你把我调保安队，现在知道我的价值了。下午4点，陈志强在保安室看报纸，王磊出现在门口。陈志强，出来一下。王磊脸色阴沉。陈志强跟着他到楼下花园。项目验收失败了，客户很不满，你为什么不来帮忙？王总，我只是个保安队长，技术的事不归我管。别装了，你知道这个系统问题有多复杂，
除了你没人能快速解决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们说我不适合技术工作的。王磊眼中满是愤怒。陈志强，你这是在报复？报复？我只是按照你们的安排做我的本职工作。陈志强转身走，我要回去值班了。站住！公司现在遇到困难，你作为老员工就不能大度一点？陈志强转身看着王磊，冷笑：王总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现在是保安队长，技术的事我没空管。说完，陈志强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王磊站在花园里，握紧了双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志强发现公司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而且这种紧张感似乎不只是因为那次项目验收失败。周一上午，他在保安室里观察到财务部门的人员经常加班到很晚，表情都很凝重。一些高管也频繁出入董事长办公室，每次出来脸色都不太好看。中午的时候，他听到一些同事在小声议论什么，但一看到他就立即停止了谈话，显得很神秘。最近大家都怎么了？陈志强问保安队的刘师傅。不太清楚，但感觉公司气氛不太对。刘师傅摇摇头，你以前是高管，应该比我知道的多。但陈志强现在已经不是高管了，很多信息他也接触不到。下午的时候，他注意到几个部门的员工开始私下讨论什么事情，表情都很担忧，但一看到他就停止了交谈。这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让陈志强很不舒服，但他也没办法，毕竟现在他只是个保安队长。当天晚上，他在保安室值夜班的时候，看到技术部门还有很多人在加班，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，而且从监控里可以看到，他们的表情都很紧张，不像是在正常工作。陈志强开始觉得公司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，但具体是什么问题，他并不清楚。第二天，陈志强观察到更多令人困惑的现象。几个部门的员工开始私下交头接耳，一些重要的客户代表来访时表情都很严肃，而且停留时间比以往短了很多。其中一个客户是公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，双方合作了很多年。陈志强以前作为技术总监，跟这个客户的技术负责人李总也很熟悉。趁着李总离开的时候，陈志强主动上前打招呼：“李总，好久不见。”陈志强笑着说道：“陈总监。”李总看到陈志强穿着保安制服，有些惊讶：“你这是工作调动？”陈志强没有详细解释。李总这次来是谈什么项目，还是原来的合作项目？李总的表情有些无奈，但是现在情况有些复杂。陈志强试探性地问。李总看了看周围，欲言又止。陈总监，说实话，我们对你们公司现在的一些变化有些担心，但具体的我也不好多说，这些都是商业机密。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吗？陈志强问道。不只是技术，李总摇了摇头。总之，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最近开了几次会，都在讨论跟你们的合作问题。这个模糊的信息让陈志强更加困惑。客户对公司有担心，但具体是什么担心，李总不愿意明说。送走客户代表，陈志强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感觉到公司确实遇到了什么问题，但具体是什么问题，他无从得知。当天下午，他看到王磊匆匆忙忙地进出董事长办公室好几次，每次出来表情都很凝重。技术部门的同事们也显得心事重重。几个核心程序员聚在一起，小声讨论着什么，但一看到陈志强就停止了谈话。张伟
最近公司是不是有什么事？陈志强找到老同事张伟，感觉气氛不太对。张伟看了看周围，犹豫了一下。陈总监，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，只是听说。算了，我也不应该乱传小道消息。到底什么事？陈志强追问道。真的不清楚。张伟摇摇头。反正最近大家都挺紧张的，你也看到了。陈志强越来越觉得奇怪，公司明显有什么事情在发生，但他被完全排斥在外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当天晚上，他在保安室值夜班，看到很多办公室都还亮着灯，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。11点左右，陈志强看到王磊的办公室还亮着灯，觉得有些奇怪。这么晚了，王磊还在公司干什么？陈志强决定去巡逻一下。来到王磊办公室附近，陈志强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。王磊正在打电话，语气听起来很激动。陈志强放轻脚步，靠近了一些，想听听王磊在说什么。是的，陈志强的问题，我承认处理的不好。王磊的声音传了出来。但是按你们的要求继续裁员，整个技术团队都会崩溃。陈志强一听到自己的名字，立即竖起了耳朵。什么？你们还要我裁掉技术部一半的人？这不可能！技术团队已经是最低配置了，裁员。陈志强愣住了，原来公司真的有裁员计划。我知道投资方要求降本增效，但是现在连基本的项目都无法保证质量了。王磊的声音开始变得激动。投资方？陈志强心里一动，难道公司最近的变化跟投资方有关系？我也不想当恶人，但是不这样做，公司3个月内就会倒闭，到时候200多个员工全部失业。你们这些投资方只看财报，根本不懂技术。王磊的声音开始颤抖，听起来很痛苦。资金链的问题我知道，客户流失的问题我也知道，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乱裁人。资金链、客户流失，陈志强震惊了。原来公司面临的问题这么严重。陈志强调岗的事，我承认处理的不好，但如果不这样做，按你们的要求，他就要被直接裁掉。我把他调到保安队，至少让他能留下来。什么？陈志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王磊调他的岗位不是为了羞辱他，而是为了保护他。算了，如果为了救公司必须让我当恶人，那我认了。但是技术团队不能再裁了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没有技术团队，公司就真的完了。陈志强站在门外，整个人都震惊了，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王磊不是在搞权力斗争，而是在被投资方逼迫，而且听起来，王磊其实是在保护技术团队，阻止更大规模的裁员。陈志强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了。他一直以为王磊是反派，是要整死他的恶人，但是现在听起来，王磊只是一个被迫执行上级命令的人，而且他还在努力保护其他员工。那么，自己拒绝帮助修复系统的报复行为，岂不是？陈志强不敢往下想，他悄悄地离开了王磊办公室附近，回到了保安室，但是心里已经乱成一团。如果王磊说的是真的，如果公司真的面临倒闭的危险，如果投资方真的要求大规模裁员，那么自己的报复行为虽然没有直接造成危机，但确实是在给公司雪上加霜。陈志强开始重新审视这整件事情，他想起了最近观察到的那些现象：财务部门的紧张加班，大客户的频繁来访，技术团队的高压工作状态，这些都不是王磊搞权力斗争的表现，而是公司陷入困境的表现。陈志强立即打开电脑，
查看保安室能够访问的一些内部资料。通过这些资料，他发现了更多让他震惊的信息。公司的现金流确实很紧张，只能维持2个月左右。几个主要客户都在重新评估合作关系，有些已经明确表示要暂停合作。投资方已经在考虑撤资，如果找不到新的盈利点，公司很可能面临破产。而技术部门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如果技术团队被大规模裁员，公司就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陈志强越看越心惊，原来公司的情况这么糟糕。那么王磊把他调到保安队，很可能真的不是为了羞辱他，而是为了保护他。因为如果按照投资方的要求进行大规模裁员，作为技术总监的陈志强很可能是第一个被裁掉的。调到保安队虽然听起来不好听，但是至少保住了工作，保住了收入。而自己呢？自己因为面子问题，因为觉得受到了羞辱，就拒绝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。虽然系统 bug 不是他造成的，但是他有能力快速修复，却选择了袖手旁观。这个行为虽然没有直接伤害公司，但是在公司最需要团结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报复和不配合。陈志强坐在椅子上，头埋在双手里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虽然没有主动伤害公司，但是在公司危机时刻的不配合，同样是一种伤害。王磊虽然手段激进，但是出发点是为了救公司，保护员工，而自己因为个人的面子问题，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袖手旁观。如果公司因为这次危机而彻底倒闭，那么200多个家庭将失去生活来源。这些人里面有跟他共事多年的老同事，有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，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。想到这里，陈志强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后悔。虽然公司的危机不是他造成的，但是他在关键时刻的不配合，确实让情况变得更糟。陈志强站起身，在保安室里踱步。他需要做一个决定，一个可能影响很多人命运的决定：承认错误，主动帮助公司渡过难关，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，让事情继续恶化下去。前者意味着他要彻底放下面子，承认自己的幼稚，甚至可能要承担一些责任；后者意味着他可能要眼看着公司倒闭，200多个同事失业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。就在陈志强陷入内心挣扎的时候，公司又发生了新的变故。周一上午，陈志强刚到保安室，就听到技术部门传来了骚动声。他通过监控看到，技术部门里的人都聚在一起讨论什么，表情都很紧张。没过多久，张伟匆匆跑到保安室来找他。陈总监，出大事了。张伟的脸色很难看。小王和小李今天早上提出辞职，他们要跳槽到华强科技去。陈志强心里一沉。小王和小李都是技术部门的核心程序员，如果他们走了，剩下的项目根本无法完成。为什么突然要走？陈志强问道。听说华强科技给了他们很好的条件，而且他们对公司现在的状况也不太有信心。张伟无奈地说，现在王总正在跟他们谈，但是看起来希望不大。华强科技是他们公司的竞争对手，如果核心技术人员被挖走，对公司的打击将是致命的。还有其他人想走吗？陈志强问道。有几个人也在考虑。张伟点了点头，说实话，大家对公司的前景都很担心，资金链紧张，客户流失，工作压力又大，谁都不知道公司还能撑多久。这个消息让陈志强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如果技术团队继续流失，公司真的就完了。中午的时候，陈志强看到王磊从技术部门出来，表情很沮丧，看来谈判没有成功。下午，陈志强收到消息，小王和小李正式提交了辞职申请，而且要求立即离职。按照劳动法，公司不能强行留人，只能同意他们的要求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的离职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又有3个技术人员表示要考虑跳槽的事情，技术部门陷入了恐慌。当天下午4点，王磊被叫到了董事长办公室。1个小时后，他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。通过公司内部的消息渠道，陈志强得知董事会对王磊的工作非常不满意，要求他必须在1周内稳定技术团队，否则就要考虑让他辞职。这让陈志强心里更加复杂。如果王磊被迫辞职，公司的情况只会更糟糕。当天晚上，陈志强失眠了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不断回想着最近发生的一切。王磊那句"如果为了救公司，必须让我当恶人，那我认了"一直在他耳边回响。第2天，陈志强得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，公司最大的客户正式通知，要暂停合作项目，重新寻找合作伙伴。这个客户占公司收入的40%，失去他们意味着公司的资金链将彻底断裂。王磊在得到这个消息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陈志强看到他在办公室里抱着头坐了很久，一动不动。陈志强看着这一切，心里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。当天晚上，陈志强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主动找王磊谈谈。第2天上午10点，陈志强来到了王磊的办公室门口，敲了敲门。进来。王磊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陈志强推门进去，看到王磊正坐在椅子上看文件，脸色很憔悴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显然已经很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。王总。陈志强站在门口，有些犹豫。王磊抬起头，看到是陈志强，表情有些意外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跟你谈谈。陈志强走进办公室，关上了门。谈什么？王磊放下文件，靠在椅背上。如果是来看我笑话的，那你可以满意了。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，我不是来看笑话的。陈志强在王磊对面坐了下来。我是来道歉的。王磊看了陈志强一眼，没有立即回答。过了一会，他才说：道歉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误会了你。陈志强认真地说：我以为你调我的岗位是为了报复我，但现在我知道，你其实是在保护我，保护技术团队。王磊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道：你都知道了。是的。陈志强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投资方的压力，也知道了公司的财务状况，我知道你在努力保护大家的工作。王磊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长长的叹了口气。陈志强，你知道吗？这3个月来，我每天都在煎熬。投资方要求我降本增效，要求我裁员，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见到成果。我不想当恶人，但是不这样做，公司就会倒闭，200多个员工就会失业。我理解。陈志强诚恳地说道。是我太冲动了，没有理解你的难处，我也有错。王磊摇了摇头。我应该跟你好好沟通，解释清楚情况，而不是用那种强硬的方式。2个人对视了一会，办公室里的气氛缓和了很多。那么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陈志强问道。王磊想了想，说：说实话，我现在已经被董事会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1周内不能稳定局面，我就得辞职，公司也会启动破产程序，那我们就有1周的时间
陈志强说道，虽然我不能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，但是我可以帮助稳定技术团队，提升项目质量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王磊问道。我要回到技术部门。陈志强认真地说道，不一定要恢复总监职位，但是至少让我能够参与技术工作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团队。王磊犹豫了一下，这个投资方那边，投资方的事情你来处理，技术方面的事情我来负责。陈志强说道，我们分工合作。王磊考虑了一会，最终点了点头，好，但是你只能以技术经理的身份回到技术部门，而且薪水要降25%，这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了。没问题，陈志强立即同意了。两个人握了握手，正式达成了合作协议。接下来的一周，陈志强和王磊开始了紧密的合作。陈志强首先稳定了技术团队的情绪，虽然有些人对他之前的行为表示不满，但大多数人还是理解他的选择。陈经理，你回来就好。老张握着他的手说，现在正是需要团结的时候。是的，我们一起努力。陈志强回答道。陈志强利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和人际关系，快速修复了之前项目中的一些技术问题，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。同时，他也主动联系了一些老客户，解释了公司的情况，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。王磊则在努力稳定投资方的情绪，寻找新的资金来源。虽然两人都很努力，但公司的困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，资金链依然紧张，一些客户仍在观望。技术团队虽然稳定了一些，但核心人员的流失已经对公司造成了很大影响。一周后，董事会再次召开会议，会议的结果是，虽然技术团队有所稳定，项目质量也有所提升，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仍然严峻。董事会决定给王磊和陈志强在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到时候情况没有显著改善，就将启动破产程序。1个月后，虽然陈志强和王磊都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公司的情况依然没有根本好转。最终，公司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重组，投资方撤资。200名员工中有80人被裁掉，剩下的120人被另一家公司收购。陈志强和王磊都保住了工作，但职位都有所下降。陈志强成为了新公司的高级技术经理，王磊则成为了项目总监。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两个人在这次危机中都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对于陈志强来说，这次经历最大的收获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。他意识到，作为一个职场人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面子和尊严，更要考虑团队和公司的整体利益。虽然他最初的愤怒和报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在危机面前选择不配合，确实是不够成熟的表现。苏梅，你觉得我这次处理的怎么样？晚上回家后，陈志强问妻子。前半段太冲动，后半段还算明智。苏梅评价道，至少最后你选择了承担责任。是啊，虽然公司最后还是出了问题，但至少我们尽力了。陈志强感慨道。而且说实话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可能还是会那样做。人总得为尊严争取一下，但是你现在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了。苏梅笑着说，对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了。陈志强也笑了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陈志强路过原来公司的大楼，那里已经挂上了其他公司的牌子。他想起了当初穿保安制服的日子，想起了那句让王磊无奈的没空。那句没空确实解气，但现在想想，
有些事情比面子更重要。好在当时还来得及醒悟，虽然没能完全挽救公司，但至少尽了自己的努力。不过说实话，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他可能还是会先争取一下自己的尊严，然后再考虑妥协。这就是人性，也是成长。陈志强笑了笑，向新公司的大楼走去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